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笑言。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呢，我买过很多乐器，每一件乐器背后都有一段有趣的回忆。今天我想接着上一期音乐故事，继续聊聊关于我第一把电吉他的回忆。当然不是这一把，而是一个叫百式电吉他的杂牌。它呢相当于电吉他中的烧火棍，但是由于它极其酷炫的外观和一段让我看了热血沸腾的视频，当时它是我做梦都想拥有的一把吉他。记得那年它在某宝大概要卖700块钱，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它不算特别贵，可当年买它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。为此我还跟爸爸大吵了一架，摔碎了手中的碗，夺门而出。这部分细节了，我在上期的视频有讲，这儿就不做赘述了。今天我主要是想讲讲当时爸爸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买这把电吉他。这一切还得从2007年开始说起。我呢，从小生活在四川重庆交界的一个小县城，爸爸妈妈都是县里高中的老师。我们的生活一直过得很安稳，很平淡，平淡的仿佛一眼就能看到我10年之后的生活轨迹。可这平静的生活却在07年的时候悄悄地发生着改变。也许是不满足于一成不变的生活，或者是想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那一年，我爸爸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原本稳定的工作，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去大城市闯荡。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呢，家人们起初纷纷表示不解，不过他的信念没有因此而动摇。他不甘心一辈子都困在这儿，于是他开始去外面打拼。在辗转了好几个城市后，他终于在离家2000多公里之外的深圳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。那一年我爸爸39岁，在陌生的城市一个人打拼是非常艰难的。我现在也有切身的体会。根据爸爸的回忆，他最初所住的教师公寓连床垫都没有，于是他睡了好几天的硬床板。他39岁的生日就是在那里一个人度过的，可想而知他当时面临着多大的压力。根据他的回忆，当时他就靠着一本地摊上买的盗版《红楼梦》度过了一个个孤独的夜晚。回到故事开始的2008年，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在深圳打拼了1年了，工作也慢慢走上了正轨，所以他决定把我和妈妈从老家接过来，开始在深圳重新扎根。于是我小学刚毕业，就坐着飞机来到了这个全新的城市。刚开始的一切我都不适应，普通话说不好，身边也没有朋友，总是和爸爸抱怨这不好那不好。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我爸爸奋斗了1年的结果。那段时间呢，经济状况有点紧张，妈妈暂时没有找到工作，爸爸一个人的工资要负责一家人所有的开销。爸爸的原则就是能省就省，所以当我在木吉他还没弹多久，就提出我想买个电吉他的时候，他第一反应是要先把现有的学好，电吉他可以缓一缓。当时呢，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我，只看到自己提出的要求不能被满足，觉得爸爸吝啬，完全没有站在父母的角度思考问题，考虑到他的难处。现在想起来，当时确实很任性。相比起爸爸那几年受到的委屈，我在吉他上遇到的困难根本就微不足道。后来我回到家，爸爸和我促膝长谈了很久，我也了解到爸爸出来闯荡的初衷。他一方面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，另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让我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。那天之后明白了爸爸的良苦用心，我顿时也感觉自己长大了不少，懂事了不少。后来爸爸也答应了，说会给我买把电吉他，不过要等他下次发工资才行。我听了心里乐开了花，好几天都睡不好觉。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倒数，巴不得一觉醒来，几个星期过去了。10多年前，网上支付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，好在那卖吉他的人也在深圳，所以我爸爸决定亲自去他那里买这把吉他。卖家所在的地方叫观澜，在深圳的朋友肯定知道，它的位置相对比较偏僻，离我们住的地方有2-3个小时的车程。我和爸爸转了好几次公交车才找到那个地方。我内心的期待和忐忑让那段原本就很长的旅程显得格外漫长。几经周转，我们见到了那个卖家，他大概是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，住的地方呢是个老旧的工业园区，房间里面布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吉他和包装用的硬纸盒。在知道他来自四川之后，爸爸开始跟他用方言交流，方便之后讨价还价。交谈的过程中得知他也是刚来深圳闯荡不久，卖吉他呢是他的副业。可能是因为见到老乡比较激动，或者是想多砍点价，爸爸跟他聊了好久。那一把吉他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它除了外形酷炫之外，几乎一无是处，但它的背后承载了太多的回忆，以及那几年我们家经历的辛酸苦辣。多年后的今天，这把电吉他的颜色已经从本身的白色变成了现在的黄色，
当我再看到它时，我仍会回忆起那一个闷热的傍晚。我和爸爸站在工业园区外面的公交站台，我背着一把跟我差不多高的吉他，爸爸提着一个和西瓜一样重的音箱，我们和一群同在异乡漂泊的人一起排着队，准备挤上那趟回家的班车。以上就是关于我第一把电吉他的故事。至于在之后这把电吉他带我走上了怎样的音乐旅程呢？我会在今后和大家一一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或者是你有类似的回忆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数不清梅花飘落了几朵，寸草之心却从未变过，只是这些年它渐沉默，心中的话语难以成歌。